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洞见卓越。日本人对地板情有独钟，喝茶是从地板下面取出来的，睡觉也直接在地板上铺一套被褥。家里面桌椅板凳大床可以都不要，只需要万能的榻榻米就能满足一切生活需求。是日本人买不起家具吗？这倒是也不至于，买榻榻米的钱也够买家具了。日本人对地板的钟爱可以说是刻进了 DNA 里面。难道地板比席梦思还要舒服吗？为何日本人偏爱喜欢睡在地板上？日本人改不掉的席地而睡。日本的影视剧非常好辨认，不仅是日本人的行为风格，还有日本人家独特的装修风格。看起来现代的小洋楼里，冷不丁会冒出来一间光秃秃的房子，搬出被子就能席地而睡。哆啦 A 梦里面大雄一家都是睡在地板上的。这个习惯不分贫穷富贵，虽然有床，但是日本人更爱睡在地板上。在其他国家，打地铺一般都是需要凑合时候的情况，但凡有张沙发，没人会睡在硬邦邦的地板上。日本人就不一样了，跟地板的距离比其他国家的人亲密好几个度。比如日本人喜欢直接跪坐在地板上，因此直接有一种专门在地板上使用的靠背椅，主要功能就是给坐在地板上的人做支撑，以免跪久了腰疼。这种习惯让人不由得想起中国古代桌椅还不普及的时候，人们都是直接席地而坐的。没错，日本人的这个习惯就是从中国这里习得的。不过中国的跪礼跟日本的跪坐还是有很大的差别。中国的古话讲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可以跪天跪地跪父母，但是不会轻易在生活中下跪，况且跪着也不是一种舒服的坐姿，因此一般生活里以盘腿坐为主，只有在特别正式的场合，人们才会正襟危坐。日本人学习中国贵族的礼仪，跪坐成为他们的主流方式。日本人甚至会在屋内用跪行的方式进行短距离的移动，这种行为被推崇为礼仪，被视为日本精神象征的茶道，制作人就必须用跪坐的方式进行。古代日本人认为这种方式最能体现精气神，跪坐代表着一种重视和气节。不过跪坐对人体的损害比较大，日本人为了让孩子习惯这种礼仪，还会专门培养孩子练习跪坐。中国倒是早早放弃了跪坐，桌椅板凳普及之后，中国人就不爱折磨自己了。只有在彰显上位者的威严或者祭拜天地先祖的时候，人们才会进行跪拜礼。日本人社会就不一样了，跪坐直到现代都非常普及。因为这种习惯，日本的家具也一直保留着比较低矮的样子。日本有很多矮桌，平常需要用的时候会放在地板上，不需要的时候就搬开。而床这种家具可以直接省略，只需要床铺和被褥就能直接在地板上入睡。房间可以根据需要的不同，变成不同的空间。当需要处理工作或者吃饭的时候，放一张桌子就能解决问题。当需要入睡的时候，搬开桌子就能变成床铺。其实严格来说，日本人不是直接睡在地板上的，他们会在原本的地板上铺着一层榻榻米。榻榻米在日本已经普及到成为了一种计量单位。日本人描述一个房间的大小，不是用平米这种现代的计算方式，而是用几叠榻榻米这样计算的。榻榻米标准的规格可以像地板一样拼接起来，放置在地板上。无论是木地板还是瓷砖或者水泥，都是比较坚硬的材质。而榻榻米是编织的地垫，有一定的厚度，体感比地板更加舒适。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人可以常年睡在地板上，他们实际上相当于睡在一张很大的草编大床上。榻榻米是放置在地板之上的，所以可以利用榻榻米和地板之间的距离做内嵌式的装置。日本的茶道经常会打开地板，从下面拿出茶具等工具，就是因为榻榻米下面有充分的空间。比较复杂设计还有在榻榻米下面放置暖炉，既可以烧水又可以取暖。因为有这种取暖的方式，日本人才可以直接睡在地板上而不至于受冻。榻榻米的设计对于买不起大房子的日本人来说非常便利，可以轻松达到一屋多用。我们经常看到日剧里一家人一起席地而睡的场景，其实就跟中国以前的炕一样。贵族的榻榻米普及到寻常百姓家，其实再往前追溯，榻榻米最初也只有日本贵族能享受得起。制作榻榻米是需要特殊的工艺的，只有通过精密的编织，才能保证榻榻米坚固而且舒适。
普通人家没有大量制作榻榻米的技能，只有拥有财富的贵族才能雇人给自己制作榻榻米。而且就算是古代的日本人贵族，也没有达到现代人全屋地板上都铺上榻榻米的程度。最普遍的情况是，日本贵族的卧室休息区会铺上完整的榻榻米。日本古代贵族的房间一般是大房间里套小房间，卧室和起居室之间用屏风或者一道门隔离开来。卧室推开门就是床铺，也就是所谓的榻榻米。榻榻米被广泛使用的另一个场合是茶道，榻榻米高于地板，可以将工具放在下面方便取用。后来上层贵族为了培养日本传统精神，大力推广茶道，茶室成为贵族和平民能够平等相处的场合，榻榻米也逐渐传入寻常百姓家。对于物资匮乏和生产技术比较落后的日本来说，榻榻米是一种比家具更易普及的东西。日本人使用榻榻米的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，即使后来有条件睡在床上，日本人也依旧选择席地而眠。现代生产工艺的进步，让榻榻米可以批量生产，使用榻榻米变得更为简单便利。日本的人口密度很大，土地空间有限，房间大小一般也比较狭窄，普通的双人床可能就会占据房间的大部分地方，很难有效发挥空间。也正是这种狭窄的生活空间，使得日本人特别重视收纳。榻榻米的存在给了日本人很大的发挥空间。日本人会把榻榻米下面做成收纳柜，然后铺上一层榻榻米，每到换季，将不用的物品整体替换到地上的收纳柜里。屋子里只放当季需要的东西。地板既可以当床，又可以当生活空间，无论是桌子椅子不用的时候都可以收起来。根据现代人的需求，榻榻米也有了更多的花样和材质，既美观又实用。榻榻米使用天然的植物材料，可以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新。紧密的编织方式也可以增强保暖功能，可以很好的起到冬暖夏凉的作用。日本人钟爱榻榻米，不仅是因为历史文化，还是出于自身的体验。日本人喜欢睡地板的原因，对于处在活跃地震带的日本人来说，睡在地板上也更有利于安全。高架床容易在地震中损毁，而榻榻米就没有这个隐患，大大降低了成本。睡在地板上，在地震来临时能够更快的逃生，减少了撞击受伤的可能。另外，对于人的脊椎健康来说，比较平整和更加稳固的榻榻米是更舒适的选择。床垫更容易变形，容易放纵不良的睡眠习惯，而榻榻米即使睡变形了，也能轻易的更换，而且只需要替换掉局部的榻榻米。对于打工人来说，减少家具的使用更容易搬家。和笨重的床相比，榻榻米可以拆解成为体积比较小的碎块，方便打包搬运。选一套睡得舒适的榻榻米，比一张席梦思的性价比更高。更加经济适用的榻榻米，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也更受欢迎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。我们下个视频见了。